一年又要结束了，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你有没有为自己制定明年的计划呢？比如定一个小目标。如果你还没下定决心，那不妨看一些励志的电影，为自己加油。小编整理了一些励志的电影，希望能给你一些帮助。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2020 10部经典的国产励志电影。第10部《喜剧之王》。在这部影片中，其实就有周星驰的影子，是他最真的写照。虽是一部无厘头的搞笑电影，但也为我们展示了小人物追逐梦想的辛酸历程。尹天仇最新戏剧表演却始终不得志，但他依旧不屈不挠地寻找机会，还在街坊福利会开设戏剧训练班，但是几乎没有人捧场。但他从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天仇在街坊福利会举行戏剧表演。这次演出来观赏的观众人山人海，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机会有时候就是稍纵即逝，但只要自己本领过硬，抓住了机会就能起飞。喂，鸡腿饭啊！哎，看看是鸡腿糊啊，还是你胳膊糊啊？哎，还是鸡腿糊。哎，三弟哥说我有饭走吧。不是。说什么？大点声！跑路他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我是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整天臭屁，到处教人演技，学人讲理论，教人装黑社会，收保护费，简直侮辱演技这2个字。第9部《中国合伙人》，这是一部既有青春活力又不失拼搏励志的成长追梦片。该影片主要讲述了由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时代下3个年轻人从学生时代相遇、相识，拥有同样的梦想，至一起打拼事业，共同创办英语培训学校的创业励志故事。有困难，有误解，有歧视，但他们没有放弃。即使有着千难万阻，但他们依旧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为之付出了所有的努力。最终，他们成功了。人生如此 disparate， 这就是现实。那我们该怎么办？掉在水里你不会淹死，待在水里你才会淹死。你只有游，不停地往前游。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的人，他不会失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第8部《飞驰人生》。电影讲述了被禁赛5年的冠军车手张弛，在年近40的时候，带着6岁儿子复出，在职业生涯的尾声挑战年轻一代的天才们，发誓夺回荣誉。然而世界已经变化，他们不得不面对众多啼笑皆非的境遇，没钱、没车、没队友，甚至驾照都得重新考。他找来曾经的搭档兼领航员孙宇强和昔日车队技师季星帮忙，好不容易凑齐了装备，准备参赛。领航员孙宇强却又出了事故，但他没有放弃，毅然决然的自己独自驾驶。这虽是一部搞笑电影，但在搞笑之中不乏励志情节。虽然年龄大了，但只要不认输，努力去拼搏，那么你就是一个强者。你千万别被他影响，你的看法非常的潮，没有过时，你放心。朱明，我那天已经告诉他，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失去信心的那一刻，他才是真的过时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第7部《活着》。故事很真实，真实的让人难以承受。影片通过一个小人物的一生经历，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下中国一代人的人生缩影。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等主演的剧情片。影片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背景，通过男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坎坷经历，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深刻地表现出了中国人身上那种默默承受的韧性和顽强求生存的精神。第8部《奋斗》，这是一部反映80后真实生活状态的电影，比较的贴近现实。这是一部由李晨和董璇主演的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剧情片。
主要展示了一群热爱生活的年轻人在不断的奋斗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的爱情励志故事。生活难不难，苦不苦，但是苦难也只是一时的，不是一世。只要你没放弃梦想，努力过，拼搏过，付出过，那么梦想也不会放弃你。我想问在座的年轻人一个问题：你们追求的理想是什么？是在市区买一套200平米的房子？是年薪50万的工作？还是说有朝一日我能够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看到你的名字？我尊重每一个人的追求，可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失去一些东西，譬如友情，或者是爱。第7部《钢的琴》电影通过小人物的幽默与艰辛，向我们展示一段非常感人而励志的关于亲情与友情的故事。原钢厂工人陈桂林在下岗后独自拉起了一支乐队，终日奔波在婚丧嫁娶、店铺开业的营生之中，生活勉强维持。他的妻子小菊离家出走，转投有钱的假药商人怀抱。如今小菊光鲜回归，不仅要与桂林离婚，还要争夺独生女小媛的抚养权。桂林感叹自己失败的命运，于是一心要将女儿培养成钢琴家。为了得到女儿，他四处筹措买钢琴的钱，甚至和女友淑贤以及当年钢厂的好哥们夜入学校偷钢琴。当所有的办法都失败后，桂林偶然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叫上小伙伴们，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你觉得咋样？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敢想敢干敢拼的精神，那不是我们工人干的事儿。没错，那钢琴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一个会发声的机器，对不对？我们有困难要上，没困难我们创造困难还要上。第6部《滚蛋吧肿瘤君》影片展现的是一种难得的乐观，相较其他的电影也令人耳目一新。这部影片由白百合和吴彦祖主演，根据同名的漫画改编而成，主要讲述了乐天派的主角在人生最艰难的患癌时期依然乐观面对人生的励志故事。即使身患癌症，但主角从不怨天尤人，也没有感叹命运不公，始终都是乐观的面对，给周围的患者也带去了欢笑。即便身处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也一样可以对着命运微笑。我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跟死神亲密接触过的人，所以我现在有权指点你们的人生了。我这趟列车已经到站了，但是你们还没有，一定要好好的、精彩的继续活下去。要记住，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要永远坚持。我也没有离开你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第5部《我要成名》电影的编导可以说是很有诚意，故事的走向并没有陷入娱乐圈所谓的潜规则之类的俗套，在平淡的细水长流中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个逐梦女孩是如何一步步开进自己的理想的。这是一部由刘青云和霍思燕联合主演的香港娱乐圈纪实电影。女主是一个由内地到香港去追逐演艺事业的内地姑娘，什么都肯尝试，不怕吃亏，无论吊威亚、跳海、扑倒，即使是做替身看不到样貌、没有对白，她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她在经历了种种磨砺后，终于蜕变成名。第4部《逆光飞翔》这部电影是一部比较经典的中国台湾小清新励志片，虽然没有太多的创新，然而故事讲述的人物的努力奋发还是感动了很多观众。这是一部由张荣基导演的根据真人故事改编而成的剧情片，主要讲述了主角玉祥和小杰互相鼓励对方一起逐梦的励志故事。虽然故事有点老套，但是小人物的奋斗历程还是更具特点。在没有光的世界里，踏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想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有它的原因，因为有你，让我相信我所遭遇的一切，并不是在阻挡我的前进，而是要让我下定更大的决心。谢谢有你，让我明白，如果对喜欢的事情没有办法放弃，
那就要更努力的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存在。第3部《杜拉拉升职记》影片讲述了职场女性杜拉拉从菜鸟蜕变成职场女强人，并且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在这个过程中，有欢笑，有挫折，有误解，有排斥，但是没有放弃，也没有认命，努力的做好自己工作，一定会有收获。第2部《激战》，该影片讲述了香港拳王程辉在拳坛没落后，成为赌债累累的落魄中年。富二代林思琪因父亲生意失败而一无所有，两个风光一时的失意人，一个为了躲债，一个为了寻父，在澳门相遇，成为拳击师徒。辉为了挽回人生尊严，其为了鼓励失踪的父亲别放弃，师徒2人踏上 MMA 的擂台，无惧的挑战强大对手。第1部《背爸爸上学》，影片根据甘肃庆阳中学生李勇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一个山区孩子在逆境中刻苦求学的故事。石娃背起父亲带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他生活了16年的家乡，走上了去省城读书的路，迎着朝阳向前走去。一个山区的苦孩子，以他瘦弱的身躯背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生病的父亲，他背负的是一个沉重而又充满希望的未来。以上就是小编整理的一些国产励志电影，希望这些电影能给你注入一些正能量，让你能够为即将到来的新一年更加努力奋斗。在这里，小编祝大家新的一年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不见不散。